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伊麦。今天要分享《萨尔达传说：王国之泪》10个小细节彩蛋，不会有主线爆雷，但有部分是支线的细节，再自行评估咯。在旷野之息当中，灾厄人人皆知，但在王国之泪似乎是平行世界，没什么灾厄、西卡塔、神兽的情报。但真的没有吗？其实是有的。首先来到卓拉领地，会看到原先的米法雕像已经变成西多雕像。西多王子和挚友林克一起击败灾厄，而曾经的米法雕像被移到雷兽山，变成米法公园。接着到卡卡利克村，能在帕雅房内找到屏风，是旷野之息开头的壁画。若是有解完龙之类的剧情，英帕会回来房内说明屏风的内容，讲述风韵之力的公主与驱魔之剑的骑士，跟适应节操作的神兽同心协力排除灾厄。讲完之后再询问英帕，还会提到普雷亚的日记忘了藏在哪里。婆婆啊，日记就在旁边啊！如果想看完整日记，可以看之前发的影片。除此之外，英帕会提到西蒙在哈特诺村教学灾厄的历史，那里有个迷你小挑战，可以先拍张屏风照再过去。再来到哈特诺村研究所，往上到普尔雅房间，门外能看到小守护者头像，里面有神兽西卡塔的照片。若使用通天术上到顶楼，会看到王国之泪仅存的守护者，这里还有个雅哈哈，别忘记咯。来到卡卡利克村，会看到许多熟悉的角色，像是旷野之息中为爸爸跟妹妹煮饭的科科纳，跟他熟识后还会教林克食谱，当时会称科科纳为老师。来到王国之泪，科科纳已经亭亭玉立，卖起以环卡遗址为灵感的环卡花环。若来到村里井底，会发现普利科的秘密基地，他正在练习料理。翻开老旧的日记，才发现这是本充满爱的笔记，里面记录着一家人喜欢的料理。而这些都是科科纳在旷野之息教会林克的料理食谱，其中金粒蜂蜜苹果，旷野中科科纳说是妈妈最爱的料理，没想到其实是科科纳喜欢，妈妈才做给他的。单来到服饰店，克拉丽要凑钱给奶奶治病，将所有的商品大涨价，每件5000，一套15000，谁买得起啊？所以只能透过迷你任务将奶奶治好，就会调回原价。若是一开始就氪金买完呢？克拉丽表示，若奶奶病好，就会归还费用。实测解完之后，果真归还了13200元，还有扣掉衣服的费用1800元。卡卡利克村内还有个旷野之息的彩蛋，在桥下有一颗苹果，每次路过都会拿，这次居然变成2颗，也就是说，如果出很多袋，可以把这袋塞满咯。来到旁边的梅花园，误闯会被看门鸡攻击，若是攻击机会吓到它挫赛，哦不对，是下蛋。若多攻击几下会召唤伙伴攻击，尝试好几次想连伙伴一起杀掉，结果每次都失败。如果对向阳草纵火，美洛会赶紧灭火再来骂你。连续纵火的对话还不同，还能对各一站的花圈纵火，也会有特殊对话。在旷野之息中，裸身林克可说是常态，连在王国之泪也复刻了这段彩蛋对话。若通天术到普尔雅面前，他会被林克吓到，觉得林克打扮得太过自由。若在巧舒雅面前，会惊讶什么都没有穿，是不是调查石洞破了？若在塔乌洛面前，原来他是个同道中人啊！若在帕雅面前，他不再是半遮着脸，而是害羞的转过身，叫林克遮一下身前，不要太开放。
若在科科娜面前，会觉得为什么不穿衣服？若在小妹妹面前，她太专心做料理，完全忽略，连路人都说只穿着半长裤到处跑。若是站在博库林面前，会说脱光光。若在利特村，小鸟会关心你没穿衣服。若在格鲁德镇，会被当成可疑的博伊关进大牢。穿好衣服就能离开，如果再犯又会被关起来，指责你一犯再犯。若在佐拉领地大家都没有反应，估计是佐拉族都全裸的关系吧。除了商店的马尔图会惊讶你怎么以脱光模式过来，请林克去其他地方买衣服。若在监视堡垒，大家都会关心你怎么没穿衣服。回到熟悉的复苏神庙，进到内部已不见西卡装置，只剩下可以补血的温泉以及伊盖队的基地。若从神庙走出来，有没有觉得这个画面似曾相识呢？来到十之神殿，当时跟国王拿滑翔伞的地方，可以获得旷野之息的滑翔伞布料。来到国王樵夫的家，已经被伊盖队占领。旁边的悬崖剩下树根的场景，是旷野之息国王樵夫告诉林克需要砍树造桥所留下的痕迹。爬到海布拉山顶端，这块大石头正是海拉鲁国王的墓，在墓前多了把王族双手剑，而这把剑正是灾厄启示录国王的专武。穿上伊盖队制服，在各处也会有不同又有趣的细节对话。若在普尔雅面前，会觉得面具品味太差了吧？若在乔舒雅面前，会惊讶是伊盖队。若在格鲁德，会被当成盗贼抓起来。假装乖一下，换件衣服出狱后再犯，又被指责一犯再犯。若是堡垒外的格鲁德，就会呛你。若在打瞌睡的帕雅面前，居然还能认出林克，不愧是真爱啊！但醒过来的帕雅就会瞬间闪过眼神，提醒不要在村内带上。若在伊帕面前，会提醒林克适可而止。来到复苏神庙，会发现伊盖队的标志，明显是个陷阱。若是直接去拿，居然敢笑我，那我还不打爆你们！若用火箭射，他们会不屑地刺。若换上制服会被警告。但这时候若是将火箭射出去，一样被警告。但变成烤香蕉后，任务瞬间完成。若是到基地附近，都会有路人伊盖队的特殊对话。
若再次到分部，对话也会不同，换上护雷头盔后也会不同。若在基地内脱制服，会瞬间赶出基地开始对战，可以直接跑掉结束战斗。其他就是在直播游玩时发现的小技巧，跟大家分享。首先，神庙跟树根的位置是相对应的，而名称也会是相反的。除此之外，地底跟地面的场景都有互相呼应，所以我在地底探索时，会开着地面地图行走，例如前往科洛格森林，顺着路线走进入口。9+2瘴气武器，直接使用会逐渐侵蚀爱心，但如果余料建造在武器上，不但可以增加攻击，也不会受到侵蚀。唯一缺点就是耐久低了点。9+3在雨天想要快速生火过夜，可以直接放球果2颗，100%暴力生火，放1颗有时候还会失败。9+4如果在旅途中打开望远镜或相机，会发现贤者分身4项的亮路，想要拍还会闪开，若有怪物就不会闪镜头。另外，贤者可以取消呼唤，不用太多人容易吓到或按错人。9+5在下水之后会发现地上会有脚印，跑火时会有水蒸发的音效，若是着火再下水也会有音效。9+6空岛的10只神殿，如果等到早上7点跟晚上7点，会听到敲钟声。9+7秋秋的属性变化，这其实在旷野1就有的细节。当我射火焰果，变成红色秋秋椒；当我射冷气果，变成白色秋秋椒；当我射雷射果，变成黄色秋秋椒。当我射水之果，居然爆炸了 ！What？ 最后这个小细节，也许你有发现，在塞尔达传说王国之泪中，可以上天下地，满满洞窟、水景、各种彩蛋，晚上半年都不一定100%，但是其软体容量居然只有 16.3G， 对比只有地面世界的旷野之息 13.4G， 只多了约 3GB， 意外的容量蛮小的。却让玩家有更多的游戏体验，难道是画质 1080P 的关系吗？不管怎么说，这款真的推荐大家入坑。硬要说缺点，就是没有秘法。以上是这次的分享，若有发现小细节彩蛋，再留言哦。我是义麦，下次见。